我帮村长种白玉草莓，一年到头净赚158万，结果年底分红，他只丢给我5万块现金。他说的是他的，本钱是他出的，师部带货也是他搞的，而我只是个天天挖泥巴的，花3000块雇个农民工都能替代我。呵呵，我没做任何解释，拿起这5万块钱就走，转身，我毫不犹豫地包下了村委那座连野草都长不出的废弃石头山。所有人都嘲笑我疯了，但我知道，当那些被化肥毒死的土地寸草不生时，这满山荒芜将是我称霸生仙界的最强王牌。此刻，村头的大院里，红灯笼高高挂起，10几桌流水席热气腾腾。今天是村长刘富贵家举办的白玉草莓丰收庆功宴，长桌正中央摆着一摞摞红彤彤的现金。刘富贵红光满面，挺着啤酒肚，像个土皇帝一样，给亲戚和工人们发着红包。老李，这是你的奖金。王婶儿，这段时间庄荷辛苦了，拿着。家人们，看一下我们的草莓。我站在人群边缘，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这一年，我几乎吃住在草莓大棚里，从调节土壤碳氮比，到精确控制大棚的微小温差，再到引入枯草芽孢杆菌防病，每一颗草莓的丰收，都是建立在我无数个日夜的精准数据测算之上。按照当初白纸黑字签下的合同，我出全部的农业核心技术，他出土地和启动资金，年终纯利润55分成。今年的账我已经算过了，刨去所有成本，净利润整整158万。终于，发钱的队伍轮到了我。小韩啊，今年干得不错，这是你的分红，5万块钱，拿着吧。这年头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年也赚不到这么多，叔对你不薄了。村长账不是这么算的，今年净利润是158万，按合同55分账，我的那份应该是79万。79万！小韩，你脑子读进水了吧？你凭什么拿一半？地是我的，钱是我出的，就连那些带货的网红也是我花钱请来的。你干了什么？不就是天天在泥巴里测那什么酸碱度吗？我告诉你啊，这钱你最多拿1成。现在的生鲜水果卖的就是个卖相，只要果子看着大，加上滤镜和催熟剂，猪都能卖出去。我花3000块钱1个月到劳务市场随便请个农民工，化肥农药一撒，照样能长出草莓。谁在乎你那套麻烦的要死的有机土壤学？给你5万，是看在你这大半年确实流了点汗的份上，别给脸不要脸。就是啊，小韩，做人要知足。没村长给你平台，你那技术算个屁！这年头，会营销才是王道，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听着这番话，我没有暴跳如雷。作为一个顶尖的农研人员，我比谁都清楚那片土地现在的状况。刘富贵为了追求产量和卖相，背着我疯狂让工人喷洒膨大剂和高浓度的化肥。现在的白玉草莓果心发空，口感寡淡如水。更致命的是，那片土壤开始板结，有一微生物群落大面积死亡，那已经是一片毒土了。明年的今天就是它的死期。行，你既然觉得种地不需要技术，全靠农药和催熟，那这合作确实没必要继续了。我没有任何争辩，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伸手拿起了桌上的5万块钱，转身就走。走吧，走吧，离了我的大棚，我看你个书呆子上哪儿去要饭？我没有回家，也没有离开村子，我沿着村间小路径直走向了村委的办公室。我要承包土地，不是良田，不是大棚，而是村委那座荒废了10几年、满是风化碎石，被称为死地的荒山。小韩，你疯了！那石头山土壤偏眼性，连最贱的野草都长不活，你花这5万块钱承包它干什么？我就要它，签合同吧，钱我一次性付清，包10年。刘富贵，你们不是说技术不值钱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农业科技是怎么在绝境中开出碾压一切的恶之花的。在别人眼里，这里是绝境，但在我这个数据狂人的眼里，这恐怖的昼夜温差和极好的排水性，正是孕育那株变异极品的最完美温床。好戏才刚刚开始。第二天一早，我花5万块钱包下村委那座石头山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当我推着一辆借来的生锈独轮车，里面装着几袋从镇上买来的最基础的农具、便携式土壤检测仪和几个巨大的塑料发酵桶，嘎吱嘎吱地路过村口大榕树时，周围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快看快看，咱们村的大技术员去上任了。杨子，你是不是昨晚没睡醒啊？那座石头山连最贱的红薯藤栽下去都得旱死，你包下来干啥？准备在那上面孵小鸡吗？人家可是大学生，懂什么有机土壤学？说不定人家能在这石头缝里种出摇钱树呢。我停下脚步，没有愤怒，甚至连反驳的欲望都没有。在真正的技术壁垒面前，向无知者解释，
只是浪费时间。一辆崭新的黑色丰田霸道极其嚣张地按着喇叭从小路上开了过来。顾宇在经过我身边时，猛踩了一脚刹车，车轮扬起一阵刺鼻的灰尘，扑了我满身。车窗缓缓降下，刘富贵戴着一副墨镜，手里盘着2串小叶紫檀佛珠，满脸戏谑地探出头来。哟，这不是杨子吗？怎么这么快就迫不及待去你的新领地视察了？我听老赵说，你把你那点可怜的分红全砸进那座破黄山了，咋的？想离开我单干，用那堆破石头向我证明你的实力？刘村长，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不操心，我这是替你爹妈心疼啊。杨子，你给我听好了，做人得认清自己的斤两。你以为种地是你在实验室里遥遥试管那么简单？没有我的资金，没有我的渠道，你那点破理论狗屁不是。看见没有，那才是能生金蛋的母鸡。老子今年准备把大棚扩大1倍，全上最高效的催熟剂。至于你那座破山，哪怕你真的走了狗屎运，在上面种出了金子，老子也会一脚给你踩得稀烂。在这片地界上，没我的点头，你一颗果子也别想卖出去。是吗，刘富贵？大棚里的温室花朵是经得起大自然风浪。你用化肥和激素透支比例，土壤绑结只是时间问题。我不妨把话放在这里，最多半年你的草莓就会出大问题。放屁！还敢咒老子？老子等着看你饿死！开车！越野车轰鸣着远去，村民们也摇着头散开，仿佛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我深吸了一口带着乡野气息的空气，推起独轮车，头也不回地扎进了那片荒凉的石头山。对于真正的农业狂人来说，没有废弃的土地，只有不懂土地的蠢货。爬上半山腰，我放下独轮车，没有像传统农民那样急着挥舞锄头去刨地，而是打开了那个黑色的工程塑料箱。我取出便携式土壤酸碱度计、THG、土壤电导滤仪、ECG 和一把专业的洛阳铲。咔嚓，洛阳铲深深插进干硬的碎石地里，带出一车带着白色盐碱结晶的土壤样本。pH 值 7.8， 偏碱性，有机质含量不足 0.5%， EC 值极低，保水保肥能力几乎为0。这确实是一片在普通人眼里烂到极致的绝地，但是这群只懂跟风种草莓的土老帽根本不知道，这种含有大量风化砾石、透气性极佳，且白天吸热极快，夜晚散热迅速的土壤环境，恰恰是某种顶级教科的梦中情虫。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在农科院核心实验室里老师曾经拿给我看的那份绝密资料。菲宾茨水晶，一种基因突变的极品葡萄，它的果肉清甜度能达到恐怖的24度以上，带有极致的玫瑰和冰酒混合香气，果皮薄如蝉翼，不用吐籽。在国际顶级生鲜拍卖会上，这种品质的葡萄是按颗来计价的，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抗病性极差，且对微气候要求苛刻到了变态的地步。普通的肥沃农田种它，极易烂根，感染双霉病，温差不够，它的花青素和糖分就无法沉淀，香气全无。它需要极度的透气，需要苛刻的温差拉扯，需要绝处逢生的水分胁迫。而眼前这座昼夜温差极大、排水性完美的乱石山，只要能解决底肥和精准灌溉的问题，就是滋水晶涅槃重生的终极修罗场。第一步，改土。我将检测仪收好，眼神变得无比锐利。接下来的一整周，我像个野人一样吃住在荒山上。我没有去买化肥，而是去村里收了最不值钱的干稻草、枯树叶，去镇上的榨油厂低价拉回了废弃的豆粕和花生麸，甚至去深山里挖来了带有原生菌根的腐殖土。我要从零开始，在这片石头山上人工沤制最顶级的生物菌群，发酵堆肥。农业的基石永远是土壤里那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刘富贵用化学药剂杀死了土地的灵魂，而我要在这片荒山上亲手唤醒它。接下来的半个月，石头山上弥漫着一股奇异的味道，不是农药的刺鼻味，而是一股带着发酵酸甜的泥土气息。碳氮比 CC 控制在25:1到30:1之间，这是好养微生物繁衍的最完美比例。我戴着防毒面罩，手持工业温度计，专注地将探针深深插入一个巨大的发酵土堆中心。在这个2米高的土堆里，混合着我按严格比例配好的干枯碎秸秆，提供碳源、花生麸和豆粕，提供氮源，以及从深山老林里挖来的原生腐殖土，提供顶级菌群。屏幕上的数字快速飙升，最终定格在65摄氏度，完美。我满意的拔出探针，这个温度刚好能够杀灭土堆里的杂草种子和有害致病菌，同时又能让湿热的有益芽孢杆菌疯狂繁殖。这根本不是传统的，而是一场极其精密的微生物定向培养实验。刘富贵那种只懂往地里撒尿素和复合肥的土财主，永远不会明白，真正能让植物焕发极限潜能的，是土壤里这1万个看不见的微型加工厂。
杨子啊，你这成天不翻地不草草，捂着一大堆臭烘烘的泥巴干啥呢？你这孩子是不是真让刘富贵刺激傻了？种地讲究个节气，你这地连一锄头都没刨，我看你今年是真打算颗粒粒无收了。赵叔，这石头山土层太薄，翻地只会让仅有的水分蒸发。我这叫免根法，叠加原位生态修复。等这堆底肥发酵好铺下去，这片死地就能活过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词儿？你这大学生读书读魔怔了。对了，我可是提醒你，这石头山根本存不住水，村里的水渠也引不到这上面来。你连水都没有，拿什么种？你这水从哪儿来啊？水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这半个月，我除了沤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徒步勘踏了整座山的岩层走向。利用地质学的常识，我在崖壁的背阴面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岩系裂隙泉，那不是普通的地下水，而且经过层层麦田石和石灰岩过滤的山泉水。我用仪器测过，水质微偏碱性，富含森锌等微量元素。这简直是为黑冰紫水晶量身定制的极品神仙水。走了一头雾水的老赵叔，我开始了最艰苦也是最硬核的一步，铺设微滴灌系统。刘富贵的大棚用的是最粗放的漫灌，大水漫灌不仅浪费水资源，更会导致土壤严重板结、根系缺氧。而我要做的是水肥一体化、精准微控制。我花光了手里最后的一点钱，买来了几千米的抗老化 HDPE 高密度聚乙烯管、压力补偿式滴头，以及一套小型的水肥文丘里施肥器，足足干了1个星期。当最后一个滴头安装完毕，我扭开了总阀门，清凉、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顺着黑色的管网奔流而下，在文丘里施肥器的作用下，精准地混合了我萃取出的生物菌液，最终化作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均匀而缓慢地滴落在干涸的碎石缝里。底肥发酵完毕，水源贯通，微滴灌矩阵运行正常。老师，环境已搭建到极限，请把黑冰紫水晶休眠苗发来，我要让这群井底之妈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农业奇迹。就在我挂断电话的瞬间，山下刘富贵的大棚区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刘富贵穿着一身暴发户标配的西装，正红光满面地接受着网红的采访，大肆吹嘘着他的草莓有多大多红。他根本不知道大自然给他的倒计时已经开始读秒了。3天后的清晨，一辆带有恒温冷链标志的顺丰重卡轰鸣着打破了村子的宁静。这辆平时只会出现在高档海鲜市场或医药研究所的特种物流车，竟然一路开到了村委内座最破败的石头山脚下。全村看热闹的人瞬间围了过来，车厢门缓缓升起，物流小哥核对了一下货单，难以置信，并对我确认：“韩先生是吧？您订购的特种休眠苗到了，不过您确定要卸在这里？这地方连根草都长不好。您这批苗子可是上了高额保险的娇贵货啊！就卸在这里。”几个巨大的恒温泡沫箱被搬了下来，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无菌剪刀，小心翼翼地划开封条。周围的村民立刻伸长了脖子，想看看我这花了血本买来的到底是什么摇钱树。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杨子花大价钱买来的宝贝！这不就是一堆死树枝子吗？读书读傻了吧？去后山砍点柴火，也不用雇这么大的冷藏车啊！杨子，你要是真穷的揭不开锅了，来我的大棚里捡点烂草莓吃也行，何必花钱买一堆死木头来石头山上丢人现眼？这破烂玩意儿要是能种活，老子把这石头山吞下去！刘村长，话别说得太满，小心硌了牙。真正的顶尖农技，在文盲眼里就是笑话，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看似干枯的死木头，正是农科院实验室里被视为禁忌的雕刻——黑冰紫水晶。定植正式开始。我没有像传统果农那样挖一个大深坑就把苗子扔进去，我拿起专用的园艺修枝剪，全神贯注地对每一株苗子的根系进行断根刺激。我将剪好的葡萄根系在菌液中，浸泡了整整5分钟，将吸饱了菌液的葡萄苗放入穴中，确保根系舒展，然后覆土清采。最后，我将微滴灌的滴头精准地固定在距离主干15厘米的位置，1株、2株、100株，从日出到日落。当最后一株黑冰紫水晶定植完毕，夜幕已经降临。我走到总阀门前，轻轻拧开，富含微量元素的山泉水顺着黑色管网，精准地滴落在每一株干瘪的葡萄藤下。山下的刘富贵家再次传来了推杯换盏的喧闹声。听说他又签了几个生鲜超市的大单，正在用高浓度的尿素和膨大剂催促着那些可怜的草莓进行最后的疯狂。他在狂欢，而我在蛰伏。1周后，
在一场淅沥的春雨中，那些被全村人嘲笑为死木头的干瘪藤条上，极其突兀地爆开了一抹抹鲜嫩到令人心颤的紫红色芽苞。山上的紫水晶刚刚探出稚嫩的绿芽，山下的大棚区却已经陷入了一场几近疯狂的催熟盛宴。快，再加1倍的量！这批货明天就要发往省城的精品超市，个头必须给我顶上去！村长，这氯丙醛硼大剂的浓度已经严重超标了，再打下去，果子虽然能长得像小苹果那么大，但里面全空心了，而且一碰就烂了。你懂个屁！空心怎么了？烂怎么了？现在的生鲜物流冷链车1晚上就能拉到城里，那些城里人买草莓就是图个看着大、颜色鲜艳，拍照发朋友圈好看。在疯狂的营销和滤镜包装下，劣币瞬间驱逐了良币。仅仅半个月时间，刘富贵就靠着这些虚有其表的激素草莓，狂揽了几百万的订单。为了彰显自己的成功，他直接去城里全款提了一辆顶配的越野车。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打破了荒山的宁静。刘富贵开着他那辆崭新的越野车，顺着崎岖的山路勉强开到了半山腰。他连车都没下，只是降下车窗，胳膊肘搭在窗沿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一身泥土的我。哟，咱们的农业大专家还在量树叶子呢，看看顶配霸道全款提的，这才是实打实的票子。杨子，我看你这破石头山上的野草长得都不错啊，那几根枯树枝子怎么才抽这么点芽？刘村长，果实的长大需要时间积累干物质，你用超量绑大剂强行拉扯细胞壁，果子里面全是水和空气，你那不是在种地，你是在制造工业废品。废品？老子的废品现在每天发往省城几千单，那帮城里的傻货抢着买。你懂什么叫市场吗？市场只看卖相。你倒是不用膨大剂，你看你种的这些破玩意儿，跟南民营里饿出来的干柴一样，就算长出果子也只能喂猪。杨子承认吧，你那套有机理论早就过时了，现在的天下是资本和营销的天下。资本改变不了植物生理学。你刚才在大棚里走的时候，没闻到泥土里有一股刺鼻的氨羟味吗？没看到地表已经结出一层白色的盐霜了吗？化肥过量，土壤自生盐质化已经爆发，你地里的 EC 值电容绝对已经突破后标，不用半年，你的草莓连水都吸不进去。你正在亲手毒死你自己的土地！你他妈少在这儿危言耸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废物！老子现在的订单排到了下个月，等你的破葡萄种出来，老子早就在城里买别墅了。你就一辈子烂在这石头山上吧！越野车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卷起漫天沙尘，扬长而去。我站在原地，拍去身上的尘土，看着那辆车消失在山道尽头。土壤是有记忆的，也是有脾气的。人类对它施加的一切贪婪与掠夺，最终都会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反噬回来。进入5月下旬，气温开始节节攀升，石头山上的黑滨紫水晶迎来了最关键的开花做果期。我每天穿着工作服，脖子上挂着高倍放大镜，蜷缩在错落有致的葡萄藤间，全神贯注地进行着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人工疏花疏果。杨子，你这又是干啥呢？全给搅了，看着不心疼啊！赵叔，这叫控制负载量。这片石头山的地力是有限的，如果不进行疏果，一根藤上挂几十余撮，最后所有的葡萄都会因为营养分散而变得又小又酸。我减掉2/3，把所有的微量元素、糖分和青素全部逼进剩下的1/3里。我要的不是产量，是极致的质量，浓缩才是精华。这每一颗未来都将是震惊市场的紫水晶。快递站打来的，我订的氨基酸叶面雷到了。刚驶入镇上的快递集散中心，我就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的、带着发酵酸臭的腐烂味道。集散中心的空地上堆着上百个印着刘氏精选白玉草莓的精美包装盒，但此刻这些包装盒底部正不断地往外渗着浑浊的粉红色汁水，招惹了漫天的苍蝇。你们他妈的怎么拉的货？老子早上刚从大棚里摘下来的极品草莓，全省城最贵的货，怎么还没出镇子就全烂成这副鬼样子了？你们的司机是开着火车去越野了吗？赔钱必须全额赔付！你讲讲理好不好？
我们的冷链车一路上避震全开，温度恒定在4度，是您的草莓本身有问题。您自己看看，稍微颠簸一下就跟水袋子一样破了，这怎么运输？不是物流的问题，是你遭报应了。韩阳，不在石头山玩泥巴，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看老子赚钱眼红，来这儿幸灾乐祸啦！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农业常识，草莓大面积化水腐烂，根本不是运输颠簸导致的，这是典型的生理性缺钙叠加氮肥中毒。你少他妈在这拽词儿！老子上周刚撒了几十袋最好的复合肥，就是因为你撒的太多了，你为了追求个头，疯狂使用膨大剂和氮肥，细胞是撑大了，但钙元素在植物体内是极难移动的，根本不上你这种畸形的生长速度。没有钙来加固细胞壁，你的草莓就像一栋没有钢筋的水泥楼，外表看着光鲜，里面全是水。别说长途运输，就是稍微用力拿手指一碰，它也会立刻烂成一滩泥。对，这位兄弟说的太专业了。我们在冷链行业干了这么多年，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打药催熟的果子。闭嘴！老子货好得很。什么？口感像喝自来水？贵丹？王老板，你听我说，这一批可能是雨水多。喂！刘总今天爆发了几千条差评啊！消费者全在骂咱们的白玉草莓是药水泡大的水萝卜，放半天就长白毛腐烂。再这么下去，我们的直播间都要被封了。危机终于在狂欢的顶峰初露端倪，违背自然规律的代价开始在市场端显现出最真实的反馈。然而，傲慢的资本永远不会在第一时间认错。刘富贵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眼底的慌乱，对着手机语音财大气粗的吼道：“慌什么？不就是几千条差评吗？老子给你转10万公关费，给我雇水军刷好评，把那些差评全给我删了，退单的直接拉黑。中国10几亿人，还怕找不到几个愿意掏钱的傻子？”杨子听见没？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就算我的果子是烂泥，老子也能用钱把它包装成金子。告诉你一个吓死你的消息，我已经和省内最高端的盛世书鲜超市签了1000万级的供应大单。盛世商鲜的采购总监明天就来验货，只要这一单交出去，老子下半辈子都不愁吃穿了。你呢？你那石头山上的几颗谷子籽儿，估计连给老子交税的零头都不够。刘富贵钻进霸道越野车，扬长而去，留下一地腐臭的草莓。盛世生鲜超市，在生鲜行业混过的人都知道，那家超市是出了名的品控，极其严苛。他们的采购总监更是出了名的铁血冷酷，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刘富贵竟然敢拿这种激素催熟、一碰就烂的工业垃圾去糊弄盛世生鲜的检测仪器，天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我冷笑了一声，转身抱起我那箱用来调节葡萄叶面光合作用的进口氨基酸微肥，跨上农用3轮车，向着石头山驶去。我不需要去删除差评，不需要去买水军营销，因为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极端气候面前，我的紫水晶将会用最极致的数据和无可挑剔的感官体验，给这个被资本扭曲的劣质市场带来一场降维打击。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夏末秋初，烈日如同烤箱一般炙烤着大地，石头山上的黑冰紫水晶迎来了决定其最终命运的关键节点。转色器原本青色，坚硬如同小石子般的葡萄粒开始微微泛出一种半透明的暗红色。如果在这个时候给足水肥，葡萄的个头会像吹气球一样迅速膨胀，产量大增。这也是市面上99%的果农会选择的道路，但代价是糖分被严重稀释，果皮变厚，原本顶级的复合香气将荡然无存，彻底沦为平庸的糖水葡萄。我站在烈日下，浑身被汗水湿透，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微滴灌系统的总控阀门。我伸出手，决绝地向右猛拧，滴水速度调降至最低，极限断水模式启动。一连3天，烈日当空，石头山上一滴水也没有。韩阳，你疯了！快浇水啊！这可是挂果最要命的时候，你给断了水，这藤马上就要干死了，你这半年的心血全打水漂了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赵叔，这叫调亏灌溉，也就是极限的水分压迫，而缺水，叶若微微卷曲，毫无生计压迫。植物和人一样，都是有求生本能的。我摘下一片微微发黄的下层老叶，如果我天天给它好吃好喝，
他就会觉得生活安逸，把养分全拿去长枝叶了，果子反而是个附属品。但现在我切断了他的水源，荒山的高温和碎石的烘烤，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死亡威胁，老赵叔目瞪口呆。对，当植物觉得大限将至，它的基因程序就会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它会停止一切毫无意义的营养生长，把根系、茎秆里所有的干物质氨基酸、糖等疯狂地向果实里回流聚集。它要用尽最后的一丝力量，把最完美的基因种子留存下来。只有把它逼上绝路，它才会把糖分和香气浓缩到极致。这简直是在走钢丝啊！万一真旱死了咋办？所以我需要最精准的数据监控，哪怕误差1天就是全盘皆输。放心吧，他们比你想象的要强悍得多。短短10天，那些原本病恹恹的葡萄藤，仿佛完成了某种涅槃。每一颗葡萄都不算太大，但仅是到了极点，最外层自然析出了一层厚厚的，如同初雪般的白色天然果霜，在阳光下散发着令人迷醉的幽香。与此同时，山下的刘富贵正陷入最后的疯狂。盛世生鲜的夏总监，明天上午就带团队来实地验货了，都给我把招子放亮点儿，把这批进口的增甜亮亮剂全部给我打上去。表面必须给我弄得鲜红发亮。盛世生鲜要的是高端卖相，老子在饭局上已经把盛世的副总喂饱了。明天这个下资金也就是走个过程，只要外观过得去，这千万级别的合同就算是定死了。赶紧干活！还有把前几天烂掉的草莓全给我埋远点，大棚里喷点空气清新剂，绝不能让夏总监闻到酸臭味儿。村长，这亮色剂打上去。草莓表面是好看，但摸着发黏，懂行的一摸就知道啊！你管他懂不懂行？上午10点，3辆印着盛世生鲜巨大 logo 的顶级冷链物流车，如同3头钢铁巨兽，气势汹汹地驶入了村子，最终停在了刘富贵的温室大棚前。车门打开，最先下来的不是搬卸工，而是几个穿着白大褂、提着银色金属手提箱的专业质检员。紧接着，一辆黑色的奔驰迈巴赫缓缓停稳，车门推开，走下一个穿着剪裁极佳的黑色职业套装、留着齐耳短发、眼神如同冰刃一般冷厉的女人。她就是盛世生鲜的传奇采购总监夏兰，在业界她有一个外号叫活体质检仪，经她手臂掉的供应商没有1000也有800。夏总监，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夏总监，您看，为了迎接咱们盛世生鲜的订单，我这批白玉草莓可是下了血本，全是个大饱满、鲜红透亮的极品。副总那边我都打过招呼了，您随便看一眼，咱们就把字儿签了吧。副总的招呼在我这里不管用，盛世书鲜只认数据。验货。是。刘富贵有些慌了，他原本以为所谓的验货就是吃2颗走个过场，没想到对方竟然动真格的。第一项，果实硬度赌酶激素水果尘与致密度测试。抗压值低于0.2，重度空心海绵状絮化，细胞壁严重烟破裂，毫无运输和上架价值。这是因为熟透了才软吗？领导，您看，边缘糖度6.2%，中心糖度4.1%。夏总监，这批果子的口感，连市面上的廉价大棚西瓜都不如，跟喝自来水没区别。第3项快检试纸测试，硝酸盐和氮肥残留超标300%。表皮检测出违规使用的工业亮色剂和高浓度氯比云硼大剂残留。凤冠的珍珠，挽进头发，谈笑浮过，玉镯弄轻纱。刘村长，这就是你说的极品。你用这种连猪都不吃的化工毒药，来糊弄我们盛世生鲜的金字塔当客户，你想让盛世生鲜的百年招牌砸在你这种蠢货手里吗？夏总监，您听我解释，这可能是工人打药没掌握好比例。别碰我！从现在起，盛世生鲜与你的1000万级采购合同彻底作废。法务部会在3个工作日内向你递交因为你方提供虚假劣质商品，导致我方供应链断裂的索赔起诉书。准备好倾家荡产付违约金吧。收队。刘富贵两眼一黑，直接瘫软在那堆散发着刺鼻化肥味的草莓筐旁边。夏兰心烦意乱地揉了揉太阳穴，不想立刻回到闷热的车里，便漫无目的地顺着村道往前走。
试图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不知不觉，他走到了村尾那座满是风化碎石的荒山脚下，一阵干爽带着泥土原始芬芳的山风吹过，瞬间抚平了他些许的焦躁。明晚就是盛世生鲜本年度最重要的高端 VIP 品鉴晚宴。原本指望这批草莓作为压轴水果，现在供应链彻底断裂，要在短短24小时内找出一款能够惊艳全场、压住阵脚的顶级生鲜替代品，简直比登天还难。在普遍粗放种植的农村，眼前的景象显得格格不入。满山的黑色碎石中，整齐地铺设着极其专业的黑色微滴灌灌网，而在那些看似贫瘠的石头缝里，一株株并不高大但茎秆极其粗壮的葡萄藤正散发着强悍的生命力。这是一种极其硬核的工业化与自然生态完美结合的现代农业美学。在乱石山上搞精准滴灌，作为顶尖采购，他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他踩着高跟鞋，小心翼翼地顺着石阶爬上了半山腰。从业10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葡萄，毫无缝隙的挤压簇拥在一起，果粒紧致，深邃的几乎能吸入光线，还有这如同初雪般纯净的天然果霜。在阳光的折射下，那一串串葡萄真的就如同镶嵌在荒山上的黑冰紫水晶。夏兰彻底被迷住了，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从藤蔓上轻轻摘下了一颗，连擦都没擦，直接放进了嘴里，上下牙齿轻轻一合。极薄的果皮在唇齿间发出清脆的碎裂声，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怖甜度，如同炸弹一般，在他的口腔里轰然爆开，没有任何齁嗓子的腻味，因为在那极致的清甜中，完美的融合着一股浓郁的化不开的玫瑰与顶级冰酒的复合香气。我从藤蔓的阴影中缓缓走出，看着这位穿着高定西装，却在我的葡萄架下毫无形象大快朵颐的女人。未经允许偷吃别人用极限温差和水分洗破培育出来的绝版实验果实，这可不像是城里大老板的作风。我是盛世生鲜的采购总监夏琳，你这座山上的葡萄我全要，你开个价，只要你敢说我就敢给。按颗卖，好大的口气，你想要多少钱一颗？这片荒山，我采用了极限的条盔灌溉和深层碎石物理温差法，亩产量被我强行压低到了普通葡萄的1/10，每一颗紫水晶都浓缩了整整1根藤外的营养。188元一颗，188元一颗，一串30粒的葡萄就是将近6000块，这简直是抢劫！但夏兰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作为顶尖生鲜操盘手，对于那些住在市中心大平层、吃腻了所谓进口阳光玫瑰的顶级富豪来说，越是稀缺，越是具有爆炸性口感的绝版水果，越能让他们疯狂掏钱。只要你这座山上的葡萄全都能达到刚才那颗的24.8%糖度和复合香味，188一颗我全包了。另外，为了感谢你在我供应链断裂时的救场，我个人做主，给你溢价20%。夏兰翻开那本密密麻麻写满硬核农学参数的日志，眼神愈发震惊与敬佩。他当场签下一张巨额定金支票，雷厉风行的调动冷链车队上山采摘。冷链车队立刻上山，准备采摘。刘富贵像个丢了魂的丧家之犬，连滚带爬的顺着山路往上跑。跟在他身后的是全村看热闹的村民，以及几个因为收不到工钱而骂骂咧咧的农民工。风管的珍珠，挽进头发，谈笑浮过，玉镯弄牵扯，我一张。杨子，你救救哥呀！杨子，兄弟，你救救哥！夏总监要把我告破产啊！1000万的违约金还要赔偿他们的品牌损失费，把我全家卖了都赔不起啊！你把这葡萄低价卖给我，让我去给夏总监交差好不好？咱们以前好歹是合伙人啊！合伙人净赚158万，你拿153万，我拿5万的合伙人吗？刘村长，当初你不是说现在的市场全靠滤镜和催熟剂，不需要我这套麻烦的有机土壤学吗？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我被猪油蒙了心，是有眼不识泰山。杨子，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这葡萄这么多，分我一点，就当是我买你的，行不行？买我的葡萄？你拿什么买？你为了让草莓颜色鲜艳，抛洒劣质亮似剂，导致地表重金属严重富集。你地里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已经被你毒死得干干净净，连一株最贱的野草都无法在这片地里存活。你用3000块钱请人搞出来的工业化毒药，毁了一片好地，
而你现在倾家荡产，连我手里这一串葡萄的成本都付不起。你被资本退货不是运气不好，是你根本不懂得敬畏土地。滚吧，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刘富贵瘫在地上，看着那些晶莹剔透的紫水晶被装进最高规格的防震密码箱，听着冷链车启动的轰鸣声，突然像疯了一样，又哭又笑。他知道他彻底完了。